刚进9月，一大波重磅利好把楼市砸得晕乎乎的，市场预期终于开始从一边倒的看空进入到多空共存的阶段，成交量也从谷底有所反弹。因此，这一轮的重磅政策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不是要提振楼市，重新回到高增长的轨道，而是要保银行资产安全和给政府带来更多利润和税收。房价不仅没有大幅上涨的基础，在很多城市甚至还会出现开发商以价换量，形成下跌压力。至于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大力度的利好政策，就要看这一波刺激下成交量会不会提升到合理水平。如果不会，接下来的措施就是进一步提升购买力，给更多韭菜下套。最近有一份关于楼市的消息在网络上广为传播。消息称，根据3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层人士透露，未来几周内，3个政府部门计划共同推出一系列积极的政策举措，其中之一是取消限制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核心区的购房限制措施。这一消息无疑会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另外，还有一则重要的消息，即政府计划逐步废除住宅建设用地出让年限的限制。这一举措被解读为政府准备实行房地产税政策。消息一传出，房地产股票市场立刻掀起一波历史性的涨势，受益股包括之前曾经遭遇负面消息的融创、恒大和碧桂园等公司。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就在9月6日，市场对此消息充满乐观情绪，认为楼市已经触底的时候，今天却发生了巨大波动。融创、恒大、碧桂园等房地产股票出现了大幅波动，似乎外资投资者利用政策利好拉高股价后，迅速减持股票。很明显，这次外资是玩了众多自媒体一把。昨天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入场抄底，而事实上却是在利用放风楼市政策利好拉高股价后加速逃离。在这个问题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内幕，对很多人来说并不为人所知，也很难被察觉到。这涉及到昨天在楼市广泛传播的一则利好消息。然而实际情况是，这则消息早在9月1日就已经在国外媒体上发布了，只是由于某些我们都理解的原因，无法迅速在市场中传播开来，直到9月6日才终于导致了房地产股市的突然飙升。结果，昨天一些资本家趁机收割了一大波红利。这一切提醒我们要保持清醒。实际上，他们早就有了布局，而不是什么抄底中国房地产的机会。许多人只看到了好消息，却看不到不利的消息，或者说只是有目的地看市场消息，因此很容易成为资本家的牺牲品。总体来说，这则消息实际上都是不利的。放开限购和限价政策，我之前已经提到过，根本不是好消息，只能证明房地产市场已经完全市场化了。国家也明确表示要进行调整。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供需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房地产政策也必然会跟着发生重大变化。放开限购和限价政策只是其中之一，这根本不能算作好消息，只是政策在顺应市场变化，不过如此而已。实际上，更重要的可能是另一则消息，逐步取消住宅建设用地出让年限的限制，也就是废除70年产权。如果废除70年产权，这就意味着房地产税即将推出。外媒说，中国可能取消商品房的70年产权限制，以挽回投资者信心，救助奄奄一息的房市。这是一言假，根本不可能。形式上这么搞，必须先修宪，因为土地公有是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正是因为宪法的明文规定，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特区学习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搞城市开发，但法律上却无法转让土地所有权。因为土地私有是明显违宪，于是做了变通，以长租形式转让土地使用权。当然，租是一种形象的叫法。中国合同法规定，租赁合同最长不得超过20年，对于房地产显然是不合适的。土地使用权严格的说是一种类似于所有权的用益物权，设定为70年期限，并在物权法中规定。也就是业主购买房商品房之后，
房屋、钢筋、水泥所有权是自己的，但对土地并无所有权，只有70年使用权。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70年大限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没问题。民法典第359条，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可以说，目前在技术上已经解决了。住宅的土地使用权是自动续期，业主不用申请，也不需政府审批，70年后自动续期，无限循环，其实功能就相当于永久的使用权。这是在形式意义上坚持土地公有的条件下，赋予了业主对住宅土地实质意义的所有权。名字虽然叫建设用地使用权，但能自由使用、流转、抵押、无限续期，与土地所有权是没有差别的。现在唯一剩下的问题是，期满后续期的时候，业主需不需要交费？交多少费？如果按市场价再缴一遍土地出让金，那就相当于无限循环割韭菜。所以要确立投资者信心，无需修宪，只要全国人大对民法典释法，解释为70年到期后无偿自动续期，或者只需缴纳少额手续费即可。70年产权期限的死结就在不违宪的条件下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现在坊间流传的房地产税与70年产权挂钩，取消70年期限后就启动房地产税，其实两者是没有关系的。前者只要人大立法即可开征，10多年前就已列入起草规划了，是不是取消70年产权限制，并非前置条件。可以肯定，有很多人会提出观点，认为在房地产市场下行时引入房地产税并不明智。他们担心这会增加普通市民的负担，并且坚信即使引入房地产税，中国的房价也不会下降，反而可能上涨。然而，我坚信引入房地产税将会显著压低房价。这是因为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与美国截然不同。美国是高税收国家，任何人购买和持有房屋都要缴纳高额的税金，而中国购买和持有房子所缴纳的税金相对较少，这也滋生了中国大批炒房囤房的人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持有大量房子很多年，所以我们这里永远有一堆人手上囤着2套以上不住的空房子，即使找不到人出租，也站着不住，世世代代囤在手上，既浪费了社会资源，又阻碍了楼市正常的流动性，还打乱了供需平衡，炒高了中国房价。而在美国，因为每年都要缴纳一定的房地产税，很多老年人最后都会因为持有成本较高，而将大房子卖掉换成小房子去住，并且基本也不存在炒房现象，因为根本炒不起房。美国的房地产税太高了，多买一套房子1年就要多出好几万美金的持有成本，可以说房地产税从根本上遏制了炒房行为。另外，加拿大也一直征收房产税，不过是按照房子的市场价来征收，也就是说，同样的税点，房价越高，征收的房产税也越高，这也可以从根本上遏制炒房客的恶意抬价行为。2. 美国家庭住房拥有率是 63.7%， 而中国家庭住房拥有率 96% 以上，比美国高 32.3个百分点。刚需、改善性住房需求近乎饱和，且中国家庭2套房拥有率也已经高达 42% 以上，依然远远高于美国。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房子1半以上都聚集在了少数人手上，他们也是导致社会资源再分配、人民未来走向共同富裕的最大阻碍。接下来，如何充分利用、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是政策急需解决的问题。3. 截至202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 65.22%， 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 70% 水平。1线城市的城镇化率更是超过 85%， 这也就意味着未来1线城市房地产向上发展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1线城市房价就算继续上涨，只会有价无市，最终崩盘。在这不同寻常的房地产市场背景下，对于认为国外实施房地产税并未导致房价下跌，而将此情况直接套用在中国的观点，可能会面临事实的反驳。实际上，早在之前我已经明确表态，房地产税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出现，
而且其实施时间可能会早于专家的预测，甚至可能会以突如其来、出乎意料的方式全面推行。如果你只拥有一套房产，可能无需过于担心，因为你的负担相对较轻，很可能不会明显感受到房地产税的压力。但如果你拥有2套或更多的房产，那么你可能会成为房地产税征收的主要对象。最后，不要盲目相信在中国实施房地产税后，房价不会下跌，只会上涨的说法。房地产税的具体政策方向很可能与你拥有的房产数量直接相关，我们还需等待官方政策的公布，以明确细节。让我们拭目以待。